可能有人会说，房子未来可能增值，现在不买之后更贵。没错，可能如此，一定有很多人这样和你说过。但是，请想想看，就算未来涨价，你卖了也买不起同区大小的新房，势必要继续扛新债或者去别区生活。要是自住没有卖，并没有任何现金流入，所谓的增值就只是纸上富贵，这也就说明自住的房子不是资产，只是负债。大家好，这个频道是针对高房价所产生的各种问题，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。有对这种病态的现况感同身受的话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高房价导致高龄屋。根据内政部房屋税及资料统计，全台住宅平均屋龄31年，有 50% 住宅屋龄超过30年，光双北就占比高达 65.7%， 其中老态最明显的是台北市，有 71.2% 房子超过30年，平均屋龄36.2年。高房价是让中古屋买卖盛行的主要原因，普通人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在购屋时会退而求其次，转为购买屋龄较高的房子。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统计，全台2021年购买屋龄30年以上的占比为 34.1%， 其中又以购买台北市老屋的比例最高，一半以上的民众买的都是老房。其次，有些人看上了土地及地段增值，期待危老重建与都更价值能让房价越来越高，还可以购买位于都会精华地段的老屋来囤积，视房子为生财工具，能榨出越高价值越好，这也是让老屋抢手热卖原因之一。但就以现有法规规定，都更重建需要得到80%以上地主的同意，危老改建更是要所有住户的同意才行，而且规定程序繁多，必须要所有住户之间达成共识才能进行，也因此重建整合难度非常高。往往一个重建案从提出申请到审核通过、执行、完工所耗费的时间，短则7至8年，长则几十年以上才有机会开花结果。这也就导致房子改建案一拖再拖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大家也只能苦守老屋，依然住在陈旧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建筑之中。躲不掉的天然灾害。近年来自然灾害特别多，特别是地震。从这几年发生的频率来观察，台湾确实已有进入地震活跃期的迹象，特别是海沟断层活跃期以100年为周期，上次发生是在1920年，距今已超过100年，因此未来可能发生规模8以上的海沟型地震机会很高，甚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随时可能会出现巨大灾难。其次还有像是豪雨洪涝、台风、山崩、土石流、火灾等这些不可控的天然灾害，更是谁也无法保证居住的地方永远安全的。一旦要是房子受到影响，不管房子可不可以居住，有没有损坏或倒塌，与银行的债务关系仍然存在，房贷户还是得按照合约走，每个月还款给银行，直到房贷还清为止，不然银行就会向法院申请查扣房贷户的薪资或其他资产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，扛债买房是一件具有高度风险的事，任何意外都足以让一个好好的家庭瞬间陷入空前危机。最糟糕的是碰上意外又房债缠身，更加令人难以翻身。具体做法：善用网络时代，加速逆城市趋势，稀释土地价值。土地价值是造成房价越来越高，以及有心人士刻意去买老房囤积的主因。这些老旧房屋不但危及居住者的生命安全，也造成整个城市市容残破不堪。然而，土地的价值是由多数人想法所定义出来的。请想想看，是不是只要有越来越多人不去那个地方，人口外移速度就会增加，那个地区是不是就会自然没落？当他们投资拿不到想要的报酬，甚至赔钱时，黄金地段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。在第2集补充影片提到，疫情加速网络时代的发展，彻底的打破地点、空间和时间的限制，现在已经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出门，就可以工作赚钱及消费生活的时代。
未来远距工作的趋势更是势不可挡。将来随着更多远距科技的普及，甚至是元宇宙时代的到来，所有的生活肯定全会在网络上。如此一来，根本就不需要居住在人挤人的城市底下，甚至是可以回归偏乡生活。维持良好的弹性，提高最大空间的应变能力。面对全球温室效应引致的各种灾害，以及恐触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各种战争，未来充满不可预计的灾难，建立以租代买的原则，才能维持良好的弹性，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。我们要认清房子本质只是用来住的民生用品，人生不一定需要买房，就像车子一样不一定要拥有，租车甚至是做大众运输都是很好的选择。纸上富贵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房子未来可能增值，现在不买之后更贵。没错，可能如此，一定有很多人这样和你说过。但是，请想想看，就算未来涨价，你卖了也买不起同区大小的新房，势必要继续扛新债或者去别区生活。要是自住没有卖，并没有任何现金流入，所谓的增值就只是纸上富贵。这也就说明自住的房子不是资产，只是负债。当房价上涨，房子的账面价值是上升没错，理论上也的确可以向银行抵押借钱，但这些也只是操作融资杠杆，最后一样仍需还钱给银行，而且还的钱肯定比借来的钱还多。如此一来，增加的财富又在哪里呢？房子本质和车子一样，可是会折旧的。建物耐用度影响折旧率，等你未来想抵押给银行，只会打上好几折。要是中途发生意外，更是血本无归。影片结尾，非常感谢看完这集影片的各位朋友们。想让既得利益者放弃利益，甚至良心发现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我们又不是既得利益者，为什么要遵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呢？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平等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反向操作，不让利益者有赚暴利的机会。如果认同本集内容，请按赞订阅，并且留言你的想法，这可以让 YouTube 将这影片推广给更多人知道，以凝聚更多的集体共识。本频道每月15号、30号更新，请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有最新影片的通知。生命健康远高于财富，有了生命健康，才是拥有一切。下一集高房价所造成的问题，扭曲的价值观。